优雅的法式餐厅里火药味却很足，波杰克和花生酱在餐桌上互相呛声，只是为了在戴安面前展现自己。刚下飞机的波杰克和戴安就看到了前来接机的花生酱，戴安邀请波杰克坐顺风车，波杰克还在寻找着陶德，不过可怜的陶德此时正在监狱的食堂里准备干饭。花生酱忽然发现自己的女友和老马在讨论的话题，自己压根插不上嘴。等戴安上车后，花生酱就开始了询问波杰克，怀疑戴安和波杰克有些什么。老马这心虚的回答，说真的鬼才信，但没心没肺的花生酱居然真的相信了波杰克。本来想要去餐厅和戴安度过二人时光，结果因为波杰克的到来，花生酱反倒像个局外人，甚至还老实的将沙发双人座让给了波杰克。看后面挂花的维纳斯被改成了大象，制作组真的很热衷于将名画换头。花生酱看到波杰克和戴安聊得如此愉快，只觉得头上的墨镜已经是绿色的了，便想讲自己和戴安的二人回忆，结果被波杰克马上打断。而花生酱倒也不介意，举起酒杯庆祝三人的晚餐。这时戴安忽然吃出了一条挂着字母 D 的手链，是花生酱送给戴安的回家礼物，甚至还玩了个谐音梗，谐音梗是要扣钱的好吧。一旁的老马不乐意了，合着叫我来，我反倒成狗了是吧？提议给小情侣开一瓶82年的拉菲。花生酱这边也嗅到了浓浓的火药味，马上说不要82年的拉菲，要个22年的可乐，不是2022年啊，是1922年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两人这波嘴炮是打得有来有回。那旁边的客人也支持继续这场攀比大会。好啊，这辈子没占过这么轻松的便宜。这边老马还是依旧不喜欢花生酱，抱怨着花生酱抢走他的风头，就像抢走他的事业一样。不过没人在意他的苦痛，那些起哄的人也是事不关己的姿态，表示只要礼物不要抱怨。做新买的直升飞机是什么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吗？戴安看不下去两人的炫富行为，想要就此打住，谁知老马手速如此之快，直接买下了这个餐厅，还让大背头尬了个舞。在好莱坞最高监狱这边，陶德正在洗澡呢，大事不妙，忽然和前面一个猛男摸到了同一块肥皂，这个肥皂上还有些不是很美妙的卷毛。不过陶德该庆幸这块肥皂不是掉在地上的，不过陶德这帽子是焊在头上了嘛，连洗澡都要戴着。这个白皮肤高个子的纹身男邀请陶德加入他们的狮吼帮，然后将从不知道哪里掏出的名片拿给了陶德，它不是个有味道的名片。餐厅里所有顾客都走了，这一狗一马还在互相比着俯卧撑，给大家都整困了。一系列愚蠢又越来越小气的挑战后，餐厅里已经一团糟了，什么叠扑克、吃樱桃派、击剑、魔方，好家伙，这是什么家伙事儿都齐全了。然而两人的对决还没结束，这时波杰克忽然接到了来自陶德的电话，我还以为波杰克又要挂断呢。波杰克借此机会正好向陶德场外援助，结果答错了，可怜的陶德依旧还要出演监狱风云。不过陶德这边似乎已经习惯了监狱的生活，还被另一个斧头帮邀请，看样子还挺吃香。两人孩子气的对决以扳手腕结束了，波杰克高兴的挥舞双手呼喊，花生酱叫醒了早就困得睡着的戴安。这波是赢了游戏输了人生。老马转头就喝起了闷酒，苦酒入喉，心作痛啊！这一喝就是没完没了。转场来到了第二天的波杰克家里，电视里新闻播报着好莱坞的地被偷了，显然小偷就是我们的老马，一个巨大的 D 字母就在别墅的游泳池里。老马做这一切似乎只是为了缓解心头对戴安的思念，或是对地的耿耿于怀。这时的戴安也来到了波杰克家里，波杰克蹩脚的理由显然不能应付戴安，甚至还把波杰克发的宿醉语音内容告诉了他，这不就是盗窃现场吗？婉拒了戴安后，波杰克马上给自己的前女友打电话请求援助，直接给卡洛琳整无语了。老马你是真的虎啊！卡洛琳马上就发现波杰克是喜欢上了戴安，这样的话这一切幼稚的行为就有了足够的解释。你为了戴安偷走了地，简直了！波杰克还在嘴硬说或许是因为大卫，因为自己喝醉后打印了很多大卫的照片。卡洛琳一听，那不如就顺水推舟，毕竟这照片的事除了老马不知道，屏幕前的大家都知道，顺便还邀请波杰克去当他的男伴。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波杰克甚至给花生酱也发了挑衅的语音。不过面对花生酱的质问，波杰克仍然嘴硬的像个煮熟的鸭子。波杰克和花生酱进行了交易，事成之后不许追戴安，波杰克同意了。另外一边的卡洛琳约了戴安见面，上来就是一顿嘲讽。戴安似乎还在状况外，他完全没意识到波杰克对他的感情，听到卡洛琳的话做出了和波杰克一样的反应，又是突如其来的谐音梗。两个情敌就如何将地搬走一事展开了激烈讨论，最后一致决定通过花生酱的直升机将地丢到大海里消灭罪证。不过那么大个地真的不会被发现吗？陶德给波杰克打了个电话，询问他两位舞伴同时邀请参加舞会的难题。因为在胡闹的小马里，波杰克也解决了同样的难题，
另一边的花生酱还挺自觉，直接讲起了自己的抄袭剧《花生酱一家人》里的故事，直接引起了原创的不满。另一边的陶德还没收获答案，波杰克又挂断了，一狗一马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。波杰克负责在地面吸引大家的注意，花生酱来开飞机拉走地。临走，老马还不忘再给情敌倒一杯酒。罗欧迪大道，波杰克站在鹅肝酱精品服装店顶撒起了绿票子，结果因为只有一刀，大家都散开了。连流行歌手摔倒都比波杰克撒钱有意思，还被电视台标注为爆炸新闻。不过只要能吸引注意，那就算完成任务。花生酱就这样拉走了地，街上的人们都在低头玩手机，而无人在意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场孩子气的对决居然还没结束。花生酱把地放到了自己家，甚至还开启了新闻发布会。看到新闻的老马直接大骂花生酱是沙滩之子，而众人都因为花生酱这一浪漫行为而欢呼。回家的戴安瞬间成了人们的焦点。不得不说，花生酱是纯纯的社交恐怖分子，都给社恐戴安整不会了。尴尬的他直接驱车跑掉。这边老马也在和卡洛琳交流，觉得自己被一个傻子骗了。卡洛琳告诉波杰克，虽然你偷走了地，但你却并没有勇气去说出来。重点就是花生酱大胆地说出了对戴安的爱意，而波杰克从未说出口过。无论是对卡洛琳还是戴安，在戴安再次约到书房的波杰克告诉戴安，应该找一个了解他的人结婚。但在听到录音笔的声音后，波杰克还是放弃了这个表白的机会。监狱的联欢会要开始了，陶德换了一顶紫色的头巾，杨桃从裤裆里掏出成年老酿给陶德，而陶德的视线却看向了远方，就像一个脚踏两只船的渣男。而陶德甚至还准备了另一套装扮去取悦之前的猛男，但这下搞砸了。陶德穿着斧头帮的衣服跑到了狮吼帮那边，本以为又是合家欢剧情，结果陶德的嘴炮攻击让监狱里的形势更加严峻了。老马喝着闷酒，看到新闻里播报着花生酱和戴安的新闻，默默关掉了电视。他决定给戴安打电话表白，但刚到家的戴安就看到了摆了烛光晚餐的花生酱，似乎有事要说，将波杰克的电话挂断了。波杰克通过留言告诉了戴安自己卑微的感情。花生酱将自己准备的礼物拿给了戴安，戴安翻看着两人的合照，十分感动。花生酱在下一秒拿出了戒指，他向戴安求婚了。瞬间灯光亮起，一大群记者拍下了这求婚的一幕。收到戴安电话的波杰克开心的让调酒师拿庆祝威士忌，虽然都是同一款威士忌，却没有想到戴安的消息竟是晴天霹雳。波杰克悲伤的喝起了威士忌。没有人知道我喜欢你。运送地的员工突然被一通炮火击中，失控的砸向了好莱坞最高监狱，犯人们通通从里面跑出来，大叫着我们免费了。陶德也借此终于结束了牢狱生涯。本集从一个熟练的地到好莱坞的地，用荒诞的手法展现了波杰克对于戴安的感情。戴安和波杰克是剧里最了解彼此的人，有着相同不幸的童年，他们两人从本质上讲是同一类人，但即使是有去偷名胜古迹的勇气，波杰克依旧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。就像第一集那样，作者在完善着波杰克对于情感这一方面的缺失的描写。不过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没有勇气去做某一件事时，就此错过可能会让以后都充满遗憾。所以当拥有义无反顾的勇气时，就不要害怕失败。爱一个人就要有敢于捧出自己真心的勇气，敢于面对对方不喜欢自己的事实，这都好过于因为怯懦而错过。不要像老马一样，喜欢的总是错过，